魏无羡观察了一圈，这间屋子应该是留给高三晚间看书的夜间自习室，此时只有面前这帅哥一个人。他推算如此被报告给宿管阿姨的概率应该不大，于是他呲溜一下从桌子上滑下来，又提起那半打啤酒，带着一丝讨好的笑意说：“这位哥哥，我夜跑回来有点晚了，你可千万别给我告诉宿管老师啊！下次见面我请你喝酒。”那还有什么下次？魏无羡提着啤酒，已经嗖一下打开自习室的门跑掉了，只留下大开的窗户和被夜风翻乱的书本。魏哥，你这么晚了还能进来啊？聂怀桑啪的一声打开一罐冰啤酒，蒸腾而来一股冷气在夜里分外凉爽。魏无羡毫不在意地往自己嘴里倒了一口啤酒，又扔了一把花生米，得意地说：“就2楼缓步台那个窗户啊，好跳得很。”江城一口干了一罐啤酒，恶狠狠地道：“你离2楼缓步台窗户最好远一点。”哦，魏无羡来了兴致，微微睁大眼睛。为什么？说来听听。聂怀桑小声道：“魏哥，你不知道吗？缓步台边上有个自习室，是专门留给高三第一郎忘机的。据说他今年非常有希望拿到本省高考理科状元呢。他班主任怕别人打扰他，简直恨不得把人抱回家里去复习。”聂怀桑又故作玄虚地放低声音说：“这个蓝忘机听说特别高冷，他们班同学都不敢主动跟他说话。不过听说他是真的厉害，上次模考超出第2名50多分。”魏无羡抓起一本练习册扇了扇，又喝了一口啤酒，道：“为什么高三第一就有自己自习室啊？我也是第一啊，还不是要跟你俩挤一起？”江城翻了个白眼，说：“不错了，4人间还有个基本不来住的，你要是坚持第一到高3，说不定也能混个专门自习室呢。”魏无羡也翻了个白眼，喝光啤酒，说：“今天不知道谁把2楼缓步台窗户给关上了，我就是从那个专门自习室跳进来的。话说高三第一的蓝忘机长得还挺好看的。”聂怀桑瞪大眼睛：“魏哥，咱们完了，宿管老师要知道了，要罚我们天天9点断电了。咱们商量商量，你以后把夜跑改成晨跑算了。”魏无羡把啤酒罐子扔出一个完美的弧线，咣当一声正中江城脚边的垃圾桶。他拍拍手说：“没事，查不到你们身上，再说他又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可晨跑不了，太早起不来。好了，睡觉。”第2天一早，魏无羡发现自己丢了饭卡，四处没有找到，最后思前想后，决定冒险去蓝忘机的自习室看看。自习室里空无一人，稀稀落落摆着4对桌椅，靠窗边桌子上书籍码得整整齐齐，魏无羡的头像在饭卡上笑得灿烂嫣然。魏某人感动至极，随手在蓝忘机的草稿纸上写了3遍谢谢，加上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最后满意的画了一朵小花，署上自己大名，正想离开，又随手加上一句下次见面请你喝酒。作为高1年级第一的魏无羡，仍然每天坚持去替大操场去夜跑，偶尔几次晚归也成功的从2楼缓步台的窗户回到寝室，及时赶上了宿管阿姨数人的关键时刻。直到高考前2周，魏无羡刚刚夜跑回来，前一秒还星光普照的夜空，后一秒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魏无羡自然是没有带伞，整个人已经被淋个透心凉。更倒霉的是，大约是防止雨被风吹进走廊，缓步台的窗户被宿管阿姨及时的关上了，他只好沿着上一次的记忆，又跳到了高3好学生蓝忘机的专属自习室。果然祸不单行呢，这窗户居然装上了防盗网，而且虽然灯亮着，自习室里却空无一人。魏无羡觉得自己倒霉透了，恐怕明天报纸就要刊登替大附中一学生因压力过大跳楼失败的新闻了吧。他一边在心里把这新闻的内容脑补了一遍，一边双手扣住防盗网，防止自己真的掉下去。待到看到蓝忘机带着几本书打开门的时候，魏无羡的眼睛都冒出金光了。他竭尽全力装出最可怜的声音，大声地叫道：“忘机哥哥，你能不能帮我把防盗网打开一下？”蓝忘机正心无旁骛地思索着几道题，被魏无羡这一叫带的脚下一顿。他眉间抽了抽，见魏无羡挂在防盗网外面，立刻放下手上的书，快走了几步到了窗户前。窗户是向外开的，防盗网也是向外开的。蓝忘机想了想，先把防盗网向外开了一点缝隙，说道：“手给我。”魏无羡忙不迭地把手递给蓝忘机，
顺着防盗网开的瞬间用力跳到了自习室里，身上的雨滴随着他的一跃也溅得到处都是。蓝忘机似乎愣了一下，窗外的雨随着跳进来的人迎面席卷了空气，扑来一股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原本清静的自习室一下子喧闹起来。魏无羡像一只化了的冰激凌，他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呀，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2楼的窗户被关上了，我只好从这里走了。谁知道装了防盗网。”蓝忘机只看了他1秒，转身就拉开门走了。魏无羡大惊，看来今晚被宿管阿姨发现无疑了，正要拔腿逃跑，谁知刚打开门，跟手里拿着一条巨大白色毛巾的蓝忘机碰了个对面，擦干再走。